随着 tvOS 17的发布 ，Apple TV 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更多人选择了它。但作为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初级用户来说呢，首次上手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其中有哪些坑要避？老用户其实也可以看看，可能有你不知道的。今天就随我一起来搞清楚。Hello， 大家好。目前最新款 Apple TV 4K 是第3代，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第7代 Apple TV。首次开机以后呢，和你的 iPhone 一样 ，Apple TV 也是需要激活的，它会自动识别靠近的 iPhone 设备，提示你是否使用它来设置你的 Apple TV。你同意以后呢， Apple TV 会自动将你的 iPhone 内的 Apple ID 作为 Apple TV 的默认账号。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选择其他 ID 激活 Apple TV， 按照操作就可以进入到桌面了，这个没有什么难度。首先，我们就去到设置，来到用户和账户这里，默认账号就是你刚才激活的账号。这里有个大坑需要避开，也就是无论你这里用的是什么 ID， 它都需要和你的移动设备 iPhone 或者 iPad 上的 iCloud ID 一致。因为是这样， Apple TV 上面所有需要同步移动设备的功能啊，它都是通过这里的默认账号 iCloud ID 同步的，包括调用你 iPhone 里面的遥控器都是。这个遥控器是非常的重要，你可以通过它粘贴数那种很长很复杂的信息，比如我自己就是用的国行 ID 作为我的默认账号，这样方便我同步 iPhone 上的所有服务，而日常使用时呢，再切换到其他 ID 账号就好了。下面的视频和音频格式这块啊，如果你的电视支持杜比世界或者是 HDR10 Plus， 这里会自动的识别。但有个前提是啊，你需要在电视机的 HDMI 设置里面开启 HDMI 的增强功能，或者是杜比世界。比如 Sony 电视设置里面的 HDMI 这里就要打开。而下面的匹配内容这块啊，这个就是个人喜好了。你肯定看过一堆分析，说是应该要怎样打开，把它开启，再把上面的格式选择为 SDR。我并不否认，确实可以这样，但有一个很要命的地方就是啊，如果开启匹配 Apple TV 播放和结束内容后会黑屏一下，我个人是完全接受不了的，所以我选择格式为全局杜比世界，这里关闭双匹配。当然，这样设置的前提是你的电视和线材都是可以达到杜比世界的标准的，否则请按你目视效果最舒服的情况设置就好了。音频输出这里呢，如果你有 HomePod， 在这里可以设置它为默认的音频输出设备。音频格式也是一样，如果你的设备支持杜比全景声，这个不建议更改。如果不支持，就选择一个你听的舒服的就好了。注意，是你听的舒服，而不是其他人告诉你应该选什么。OK， 另外下面的校准，如果上面启用了杜比世界是不需要调校的，当然其他情况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用 iPhone 贴近你的电视屏幕。怎么说呢？我觉得意义不大。好，下面的无线音频同步，如果你使用 HomePod 或者是其他无线音频有声音延迟不同步的情况，可以在这里尝试修复。隔空播放和 HomeKit 这里默认是打开了隔空播放的。下面的权限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会议室显示器这里建议是关闭，如果开启的话呢，你每次 AirPlay 电视这里就会显示这样。下面的 HomeKit 设置，你可以把你的 Apple TV 重新命名。Apple TV 激活以后呢，会自动加入到你的家庭中。再来看看遥控器与设备，这里的电视按键建议更换为主屏幕，这样方便你一键回到桌面。下面的学习遥控器则是对于少数兼容性不好的电视与 Apple TV 不可控制时呢，可以在这里尝试让 Apple TV 遥控器学习匹配，但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什么用处。而下面的控制电视和接收器也是默认打开的，但目前很多国产电视的 HDMI CEC 功能都是残废的，兼容性非常的不好。
常见的问题就是无法用 Apple TV 遥控器一键开启和关闭电视，包括下面的音量控制。如果恰好是你的电视不行，在你不更换电视的情况下呢，你可以配一个回音壁解决控制音量的这个问题。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 HDMI/CC 握手出问题，那么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把自动或者是 HDMI 改成红外线控制。我这里因为有回音壁，所以会有2个红外。好，接下来再去到通用，这里呢也有几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的。Apple TV 语言这里建议英文、简繁体中文3种，这样我们可以打开听写功能。地区这里其实是不影响的，它只是对视频字式有影响，大家选自己所在位置即可。Siri 功能开启，并且把语言选择为中文台湾地区，这样我们就能在 Apple TV 上使用 Siri。今天的天气，包括在搜索框内启用中文听写，奔跑吧兄弟，方便找内容。好，到此 Apple TV 上手后的基础设置就完成了。再来看看日常用到的一些遥控器的操作。长按有电视键，可以呼出控制中心，快速切换账号，关机其实就是休眠。Apple TV 因为是家庭中枢的关系，没有关机这个概念。如果你非要关机的话呢，那只能断电。但那里电耗，真的是没必要。这里也可以快速设置音频输出设备。如果你有 AirPods， 打开以后会自动的识别，点击即可，或者在这里手动选择。同样的，在任何界面双击电视键，可以呼出任务后台，左右滑动选择 App， 上滑结束当前的 App。因为有时候也会碰到无反应的应用，这样就可以强制的退出它们。在 App 上长按呼出2级选单，编辑主屏幕，移动当前的 App， 或者是新建一个文件夹，把类似的 App 都放在一起，包括删除它们。另外有个小 tip，Apple TV 支持 Top Shelf 功能，就是在桌面最上的顶层可以不进入 App， 提前预览 App 内容。这个需要 App 应用的支持才行，比如 Apple TV Plus、Netflix 都可以。不过这里 Disney 你看就没有做。你可以把支持的 App 重新排列到大克栏这里。好了。以上就是 Apple TV 上手需要的设置和基础操作内容。目前 tvOS 已经更新到 17.1 RC 版，已经有消息称在下个大版本 17.2 的版本中呢，将会对 Apple TV Plus 重新设计 UI， 也包括一些其他的更新。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请记得一定给个一键3连。YouTube 的小伙伴呢，也请打开小铃铛。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